裂了，这真的裂了！张执事，伪阵撑不住了，再撞一次，整艘非洲都要坠。那就减重。减重。下品武灵根去了黑石关也是送死，早死晚死有区别吗？非洲是被人提前动过手脚，你不是救人，你是在灭口！扰乱军心，推下去。原来凡人修仙最难的不是没有灵根，是活命也要看别人肯不肯留。百世书，我这是死了？那我现在在哪儿？姓名沈燕，年龄16岁，死因黑风腰损撕裂肉身，天赋无。原来我这一生竟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修为，没有功法，没有宝物，就连黑石关的城门都没看见，真是可笑。百世书一死一开，每次死亡后将结算本世所得，可结算之物分为寿命、修为、宝物，或者随机抽取一个天赋。可结算项寿命，可凝结为寿元池。寿命也能选？初次开启，宿主本世所得不足，死得太早，早到连选的资格都没有。唯一还有的是没来得及活完的命。寿元池境界不改变灵根，不可抵消远超承受上限之灭杀，不可跨轮保留。不增加境界，不改灵根，不可跨轮。这东西不是让我无敌，只让我在下一次死局里多几次喘气的机会。够了，我会回到哪里？青云宗。测灵台，一切开始的地方。还没登上非洲，还没被推出去。若我不选呢？魂散。真直接。我想活，我要知道那半灭阵钉是谁拔的。张华英为什么那么熟练？被推出去的人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些杂役？我选寿命。选择完成，获得寿元池62年。注意，寿元池只抵伤，不替死。宿主仍为下品武灵根，宿主当前无修为，死亡记忆保留，回溯开始。我回来了，青云宗测灵台，一切开始的地方。那就是沈燕。听说和沈月离有婚约。沈月离昨日已经被韩唐一脉看中了吧？上品冰灵根，那这婚约怕是保不住了。保什么？凡俗旧约，难道还想绑住上品冰灵根？下一个，沈燕。就是这块石头，给我判了下品武灵根。从这一局开始，所有人都觉得我可以被轻视、被放弃、被推出非洲。下品武灵根，果然，武灵根也就罢了，还是下品。这辈子能炼气3层，都算他命硬。沈月离这婚配得不冤。会疼，就说明不是梦。沈燕，旧约是长辈定下，不是我选的。你若是3灵根，我愿等；你若是4灵根，我也可与你同走一段。可你是下品武灵根，我不能把自己的道路压在一个注定止步炼气的人身上。话难听，但也没错。仙路本就如此。沈月溪上品冰灵根，他下品武灵根，确实不是一路人。既是你的意思，那便作废。你不怪我，怪你有用吗？沈燕，你退得倒干脆，不甘不是实力，下品武灵根也确实不该拖住沈月柔。我还记得非洲上张怀义那句减重，所以此刻萧云婷的话反而没那么重。1年后青云世剑会，你若还能活着从黑石关回来，我可替你向执事堂讨一个登台名额，到时我以压场师兄身份，给你一次问剑的机会。若你能接我一剑，我替今日的话道歉；若接不住，便记住，凡人不该妄攀仙路。你说话算数，自然。好，你答应的倒快，慢了，你会收回去。沈燕，下品武灵根入杂役册。我真正要面对的不是退婚，不是1年之约，而是那艘非洲张怀英那半枚被提前拔掉的镇定。再过半个时辰，张怀英就会带我们上周。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一切都会重演。兄弟，你也是去黑石关的？我自己熬的清心热汤，暖身，你要不要喝一口？你真喝啊？有点难闻，但喝了真暖。先留着啊，等会儿有用。我就说祖传配方不一般。
至少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毫无准备的被推出去。其他童丁被朕仙温养多年，表面泛青，唯有那枚边缘发灰，被什么东西抚过。我现在也不能当众说这枚钉子有问题。一个刚测出下品武灵根的新杂役，张口就说非洲伪阵被人动过，没人会信。都快些！你咋一直盯着张执事？他欠你钱？不欠。那就好，执事欠钱，估计也没人敢要。他欠命。啊？没事。你这人说话一惊一乍的，刚才还说我汤等会儿有用，现在又说欠命。你是不是来黑石关之前找人算过卦？算过。准吗？挺准。那卦上说啥？说今天风大，别站周围。这卦我信。听说黑石关虽然苦，但能赚灵石，杀一头低阶妖兽就能换一笔军功。我们只是杂役，哪轮得到我们杀妖兽？能活着搬完货就不错了。哼，你懂什么？富贵险中求。沈兄弟，你说黑石关真能发财吗？能。死人账也算钱。你能不能别三句话不离死？黑风峡到了。你还会绑货？不会。那你绑这么认真？怕他等会儿砸我。那我也怕。非洲约一炷香进黑风峡外，12袭妖损撞阵，31袭伪阵崩裂。张怀英下令减重。这风怎么跟鬼哭似的？蹲下，抱住香绳。你俩干嘛？拜货香啊？你懂什么？这是吻。果然不是妖损撞坏的，是早就被附送了。李狗儿，烫！啥？不泼，你以后都不用熬了。这么严重？嗯。祖宗保佑！这味儿比妖风还臭！救命的味儿！3道削痕，半枚斧钉，妖损撞阵，张怀英减重。这不是临时起意，是早就算好的死局。伪阵被削了，阵脚铜钉被蚀，尾纹3处削痕，不是妖损撞裂的。胡言乱语！汤水显痕，所有人都能看见。妖袭当前，扰乱军心，按宗规当罚。他现在不能杀我了，所有人都听见了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师兄弟，退啊！我也退。疼，比想象中还疼。丹田深处断裂骨骼的疼痛感被奇迹般镇压。寿元池之地上不提死，刚才若是利爪贯胸，这救不了我。我救不了他，没有药，没有修为。拜师叔不是让我救所有人，他只是让我有资格先不被别人轻易丢掉。师兄弟，你没死吧？暂时没。我的丸死了。他死得其所。那是祖传的。我赔。你有钱吗？没有。沈燕，弟子在。你说伪阵被削，弟子看见了削痕。你一个下品武灵根，尚未引气，也懂阵法？弟子不懂。那你凭什么说被削？铜钉被蚀，汤水显痕，到了黑石关，请边军验阵便知。你在教本执事做事？不敢。好，到了黑石关，本执事亲自让人验。沈兄弟，他笑得不像好人。他本来就不是。这话也能说？不能。那你还说？黑石关，上一段命里我连城门都没看见，这一次终于走到了。真正的吃人账才刚刚开始。沈兄弟，这地方看着不像发财的，像活命的。哪里像？到处都像。青云宗押送杂役27人，途中遭妖损心机，重伤3人，无死亡。无死亡。妖袭虽急，幸在本执事临机稳阵。他稳阵？闭嘴！张怀英看我们像货。
他看人，至少还像人。江统领，请验非洲伪证。你是谁？青云宗新入门杂役沈验。为何验证？非洲伪阵镇定被蚀，阵纹有削痕。弟子怀疑妖隼袭州前，伪阵已被人动过。沈验，拿来。江统领，一个未曾隐弃的杂役胡言，你也信？是灵辉。黑风峡妖气复杂，铜钉沾灰并不奇怪。验证。江统领，这是青云宗非洲，在黑石关境内遇袭就是边关事，验完自然还你青云宗清白。赌他会查，赌这半枚铜钉能把我从胡言乱语的杂役变成正人。统领，伪阵3处削痕，铜钉有腐痕，第3次撞阵时本该崩开。我们差点不是死在妖隼手里。他要跑，命数又少了。他要回印！故事外印，背后居然还有故事。你怎么知道他要回印？他按心口，只凭这个？他逃时没捂伤口，按心口只可能毁东西。我不能说白事书，不能说禁止，只能把一切解释成观察。胆子不小。弟子胆小。他胆小的挺会喊。这是什么？战死侠，身份牌收辖，军公司入账，方便抚恤。听着还挺讲究。有什么阴冷的东西，想顺着我的名字摸过来了？新入关杂役交身份牌，北3杂役营。身份牌何时归还？入营后统一发。你倒想得远。沈兄弟，别老说死，不吉利。每个人都有副牌，问够了吗？让他说。副牌在哪里？军公司封存，按规矩。带路。沈兄弟，我还没死啊！统领，是军公司主事吩咐提前备辖，说先备着方便入账。方便？我人还喘气呢，你们连盒都给我备好了。林鹤年呢？主事今日去北3废矿查账了。沈兄弟，你咋了？阴火阵纹，你碰了匣子？没有。靠近也会沾。你个没隐气的杂役，被阴火擦到没死。可能沾得少。风军公司，你跟我去北3废矿。统领，他都吐血了，去不去？去。你刚才还说先活下来。现在就是，不去可能进匣子。那我也去，别让他们乱用我的匣子。这地方不像能活人出来，所以叫废矿，废了还让人进，废物也能被人拿来用。你以后能不能别老说这种听着像遗言的话？江统领，林主事正在查账，您这是？开门。北3旧矿按规矩，统领若要查账，需先递军令。现在开了。江统领讲规矩吗？讲。这也叫讲？他先让人开门了，有什么东西从矿道深处伸出来，想勾我的名字。撑不住。能走。林主事在东矿室。左边。左边是塌了的旧道，不能进。为什么左边？有人刚进去过。巡矿的人穿软底鞋，这可能是杂役误入，误入到塌道深处。进去。沈兄弟，我心口有点发闷。别乱碰墙，墙也能碰死人。这里什么都能。非洲没死人，账对不上。林主事说今夜补，补谁？新杂役挑几个，那个李狗儿命细杂。沈兄弟，他们说的补应该不是补衣裳吧？不是。那我能不能先回去？你的匣子在军公司。那还是往前。
我的牌！别碰！边关战损复杂，提前验牌是为防妖潮中身份混乱。你验我的牌干啥？我人站这儿呢。边关每年死的杂佣多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就知道我还活着。现在活着不代表账上活着。黑木侠不是战死后入账，而是先把活人写死，再让他们死的合账。林鹤年，束手！江兆雪，你守的是黑石关，我管的是军功账。黑石关每年死多少人，你比我清楚。妖潮一来，尸骨混在泥里，谁分得清？提前备匣，提前合牌，是为了让账不乱。所以你把活人写死。我是让注定要死的人死得有用。不能耗下去，收银时会被这炉子一点点烧干。一个未引气的杂役被命系炉牵住，还站得住？正面破不了，江兆雪可以斩炉，但林鹤年一定有阻挡措施。阵眼在鲁心，刀还没到，他就能引爆复牌，必须找别处。引火口。李狗儿，竹筒里是什么？扔过来。这是老汤底，比瓦还祖传。不扔，你也进祖坟。祖宗保佑第二回。什么东西？我祖传大道。又被烧掉了一层。一个武灵根杂役，一个熬臭汤的杂灵根，坏我3年炉账。臭是臭了点，但你说话注意，这是清心热汤。又是自毁，故事外印。这回可以慢慢问了。问，江兆雪，你以为问得出来？黑石关只是外炉，云梦泽才是世炉。玄骨，还好，我名字还在我手里。黑石关是外炉，云梦泽是世炉。玄骨之后还有什么比黑石关和云梦泽更深的东西？你听见了？云梦泽，药王谷在黑石关附近有一处采泉水泽，就叫云梦泽。那里3日前报过失踪。谁失踪？药王谷外门药师陈清河。江统领，又送伤兵2个。我没伤，我就是差点进匣子。进什么？军公司黑木匣。手。阴火擦过，你没引气？没有。没引气，被命系阴火擦过还能站着？可能沾得少。命吸炉灰，黑石关只是外炉，真正能把命系炼成炉灰的地方不在这里。林鹤年死前说，云梦泽是世炉，白纸。你认识失踪的陈清河？陈清河是我师兄。哼，这叫不碍事？还能走？能走和没事是2回事。这药挺香啊，防胀的，闻多了会头晕，又疼。有点儿。记住这种感觉，若忽然变冷，立刻退。为什么？命吸炉灰遇到同源火会先发冷，再实心脉。多谢。含着，不许咽。白姑娘，我有没有？你没沾炉灰。那我能不能预防一下？可以，闻这个。这啥？醒神散。怎么这么冲？你不是要预防？我觉得我还挺健康的。笑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这种人，笑的时候比不笑更像有事。白姑娘，这话我赞同。他不笑像要去查案，一笑像要去送命。有人。能走吗？不能。能。跟在我身后。妖骨粉。药王谷采药地，为什么会有妖骨粉？等，里面可能是我师兄，所以更要活着进去。门下有线，泥水不流进去。后退。谁？陈清河，丹殿的人。江统领，药王谷私查丹殿废炉，误触禁制，
我正在救人。救人用炉钉？白芷，你年纪小，不懂炉法。陈清河中了妖毒，需以炉钉定魂，再用玄骨丹引毒。玄骨丹，边关心方救命用的。用谁的命救？你是谁？黑石关是外路，云梦邹是市路，这不是救人的地方，是在试探。拿下！不要！沈燕，先救他！闭嘴！又是你！沈兄弟，这碗不是祖传的，但也是借的。疼！我就知道，白姑娘说云梦泽的草不能乱采，我还没来得及熬心呢。够了！什么东西？救命的味儿！回炉！江兆雪，白芷丹殿无为一剑。人骨灰？不是丹。师兄，别说话。玄骨丹不是丹，是药料。黑石关受命系，云梦泽是炉性，玄骨秘境才是主炉。顾家要5灵根。还有救？药料5灵根顾家现连上了，我的死不是偶然。下品5灵根在他们眼里不只是废物，还是材料。坐下。我能？你不能。你手也伤了。药师的手自己会管。那我的伤现在归我管。你刚才冲过去时，想过自己会死吗？想过，但他死了，线就断了。所以你就拿自己去挡。我离得最近。沈燕，救人不是用自己的命去换。下次我会躲快点。你最好是。我觉得这话不像答应，像下次还敢。但我不敢。陈清寒带回黑石关，丹炉残灰、玄骨丹渣、故事残印全部封存。你这次又赌对了。是他命大。命大的是你。不是命大，是死得早，多了一次机会，但这机会会耗尽。喝了。这个比李狗子的汤好一点。什么叫好一点？我这是药。我的也是药。你的像尸骨。疼吗？药师不怕疼。假的。疼就是疼。那你呢？我怕，所以才要弄清楚，谁想让我死。江统领，他们这是在治伤吧？你想说什么？不，我什么都没想。那就闭嘴。江统领，白姑娘，还有这位沈燕，你就是那个非洲没死、军公司没死、云梦泽也没死的沈燕。你这话听着不吉利。你是李狗儿，那个黑木匣上提前挂名，结果本人抱着汤碗活着出来的。这你都知道？消息嘛，越离谱越值钱。我要买消息。普通消息1块0食，单店消息3块，顾家消息10块，顾玄真消息不卖，卖了没命花。你知道顾玄真？听说。这东西烫手，所以才找你。你找错人了，我只是卖消息的，不卖命。你刚才还说越离谱越值钱。唉，值钱和有命花是2件事儿。万三，让他们上来。人骨灰、妖骨残器、身份牌命息，还有故事外印。你们想做什么？让坊市知道，等于让丹殿和顾家知道是谁掀了盖子。他们已经知道。有趣，你一个没隐气多久的5灵根杂役，哪来的胆子？死怕了。百宝楼不做亏本买卖，玄武丹若真流入方氏，百宝楼迟早被拖下水。这笔消息我放。夫人，这可是顾家，所以价格翻倍。那我觉得能放。你变脸怎么比非洲还快？道友，灵石能壮胆，
这里面真有人骨！单店辟谣消息2块零食一份，顾家沉默消息5块零食一份，沈燕是谁3块零食一份。他是谁我知道，你分我一半。你能说什么？他欠我1只碗。这消息还挺具体。伤还疼吗？好多了。骗人！你总这样。怎样？先说没事，再硬撑。习惯了。夜里疼想就吃1粒。这也记账？记。多少？活着还，别死太早了。顾长渊，沈道友，听过白骨门吗？红叶谷残碑将开，若你想知道武灵根为什么不是废物，3日后来。你不能去。我得去。你刚才连他的灵压都受不住，所以不能和他打。你知道就好。但可以看。你觉得看不会死？不靠太近。我会小心。这句话也记账。记什么账？若你又不要命，我会用针让你记住。好。武灵根下品，竟能引动残碑。沈道友，武灵根不是废，只是大多数武灵根没资格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做药，做什么？这世上许多门不认天才，只认武器。可惜武灵根大多太弱，撑不到开门那日。所以你们把人炼成丹。白姑娘慎言。退。沈道友，你很有趣。我不喜欢这个评价。通常说人有趣的，都没把人当人。为何？或许吧。真回来了！下品武灵根，没死在黑石关，炼气1层也敢登台。你竟真回来了！我说过会回来。炼气1层。你现在登台没有意义。有，你接不住。我知道。知道还来？知道差距和不敢看差距是2回事。好，我不喜欢占便宜，我不拔剑，你能接我一记剑压不倒，我便算你收约。祖宗保佑，别真打死！疼就说。说了能少上药？不能。那便不用说。胸骨裂了3处，7条细脉被剑压震伤。萧云婷若真拔剑，你已经死了。所以我接不住。明知接不住，为什么登台？我想知道，我和真正的天才差多少。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了。勇气填不平境界。你现在连门都走不出去。躺得越久，越追不上他。退半步不是认输，活着才有下一剑。这一剑，我记住了。记住差距，别只记住疼。疼也要记。7日不许运功，半个月不许动手。要钱记着。先把命记住。5年后，沈燕22岁，黑木匣、命西炉、玄骨丹，都指向这里。镇妖边宗外巡执事韩振岳。没去过，也敢画入口？失踪者运骨车和丹殿换房的时间都对得上，里面可能有筑基修士留下的神识残压，怕不怕？怕。怕还查？正因为怕，才要知道雷会落在哪里。跟紧我，核心石门3丈内，不准靠近。明白。退！我让你站在3丈外。我没有靠近。筑基神识覆盖之处，他的3丈不是你的3丈。只是一缕残压，就让他昏迷3日。炼气与筑基不是差几层，是隔着一次真正的蜕变。我连人都没看见。若是真身出手，你连尸体都留不下。筑基不是炼气，那是隔着一条命。明白了就躺好。以后我会学会退半步，看清楚再往前走。记住今日的疼，下一次未必有人能把你捡回来。那扇石门后面有东西醒。 6年后，沈燕28岁。散功。再给我3息。1息也不给，已经错了19次。武灵根不是不能修，是武器都想争主。所以你要拿自己的经脉一条条试。总要有人试出来。10年后，沈燕38岁。 5种灵气不能排队走吗？不争主，依次走。金引木，木带水，一气接一气。
我的话真有用。碰巧，但这一步成了。14年后，沈燕52岁。停下！还差最后一段。30多年，直到炼气5层，值得吗？这条路不是错，只是太慢，慢到一生都未必筑基。那也要走到尽头，至少证明武灵根不是天生就该被丢下。15年后，沈燕67岁。炼气6层，成了！你这些年反复施工，旧伤已经压进根基，至少走到了6层，值得吗？若不到6层，再遇筑基残压，我还是只能躺着看别人受局。你就这么想赢？我不是想赢，我只是不想永远站在棋盘外。那就活着看。33年后，狗儿和万三都先走了。他们的东西怎么还留着？这次账还不上了，那就下辈子。别忘了记账。沈燕，别忘了还账。本世已终，年龄100岁，最高稳定修为伤损不增加受限。是否选择炼气6层修为，开启下一世？下一世，不能再让他们等这么久。选。下品武灵根，武灵根也就算了，还是下品，入杂一册吧。沈燕，下品武灵根，入杂一册，发往黑石关。这一条路，我已经走过一生。沈燕，旧约是长辈定下，不是我选的。你是下品武灵根，我不能把自己的道途压在一段凡俗旧约上。旧约作废，账清。你不怪我，怪你有用吗？你退的倒干脆，玉佩都到手了，不干脆留着过夜。下品武灵根，也确实不该拖住沈月离。萧师兄说的有理，沈燕居然承认的这么快。1年后，青云世剑会，你若能活着从黑石关回来，我可以给你一次问剑的机会。若你能接我一剑，我替今日的话道歉。好。这里就是黑石关吗？别忘了还账。这一碗真不难喝。黑石关会继续查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他们少吃些苦。青云宗押送杂役27人，途中遭妖隼袭击，轻伤3人，无死亡。无死亡。幸而本职是临机稳阵。江统领，请验非洲伪阵。你是谁？青云宗新入门杂役沈燕。为何验证？伪阵铜钉被蚀，阵纹有削痕。弟子怀疑妖隼袭州前，伪阵已被人动过。沈燕，是灵辉。黑风峡妖气复杂，铜钉沾灰不奇怪。验证。还要回印。故事外印比第一世大了1倍，第一步成了。你刚才做了什么？弟子喊了一声，他喊得特别准。入城。
身份牌何时归还？入营后统一发。若没有身份牌，死了如何入账？军公司自有副牌，死不了你的账。副牌在哪里？统领，按规矩。带路。我还没死啊！林鹤年呢？主事今日去北三废矿查账。江统领，若有人提前被辖，只怕不是为了等人死，是为了让账上先死。风军公司，去北三废矿。沈兄弟，碗裂了，还能不能镇邪？能。真的？邪见了都绕道。你这是夸他还是骂他？看你怎么听。软底鞋。又看见什么了？进去。非洲没死人，账对不上。林主事说今夜补谁？新来的杂役，那个叫李狗儿的命西杂最好练。还真有我。炉下3寸，引火口。你怎么知道？别碰副牌！你一个新来的杂役，怎么像在我军公司住了10年？账做得太脏，不难看。灰烟，扔他手！你的牌。你还想练我？说吧。黑石关，外路，云梦泽，市路，玄古秘境，主路，正秋，丹殿，故事。这一次不是自毁，而是远处灭口。顾家反应比我想象中更快。你到底是谁？青云宗杂役，沈燕。下品武灵根。下品武灵根。封北三废矿，带所有副牌回军公司，立刻派人去药堂，请白纸。还没有百年风霜的他，你就是沈燕。是。伤口疼吗？疼。这几日别沾水。多谢。你看起来不像第一次受伤。黑风峡刚摔过。不是这种。云梦泽出事了。陈清河失踪，林鹤年临死供出云梦泽示录。我师兄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先急人，等你集万人，云梦泽就只剩灰了。他说的对，军公司和北三废矿已暴露，云梦在那边很快会毁证。陈清后若还活着，时间不多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猜的。你猜的让人讨厌。他一直这样。一直？从测灵台开始。对，从测天台开始。那是炉钉上
我听见了。再晚一刻，陈清寒就算活着，心脉也废了。你冲进去，他心脉未必能保住，你自己一定会被卢震压住。卢丁生很近，但雾不流。什么意思？外面的雾在流，里面的雾不动。下面有阵，雾被拦住了。你看得到戏？怕死。丹殿挥火阵能破吗？硬破会惊动里面。阵是从右墙接火，不是门槛自成。他说的对。上一次江兆雪一刀劈开门槛，郑秋当场被发动，第3根炉钉直接落下。这一世不能这么来。你以前学过阵？见过类似的。在哪里？黑石关。刺右墙下3寸。你确定？7成。江兆雪，丹殿在云梦泽旧制药王谷伤员，你擅闯废炉，是要挑起边关与丹殿的内讧。救人用炉钉，陈清河中了妖毒，不用炉钉定魂早死了。他中的是玄骨丹灰，不是妖毒。炉下是妖骨粉，炉壁是命息灰。你拿我师兄试炉，还敢说救人？白芷，你只是药王谷外门药师，还没资格评我的丹法。那你可以试试。闭气！他跑了。跑不了。别追，他有禁制会爆炸。坐下。炉里有明丹，明丹跑不了，你的手会废。银针是你动的？碰巧而已。你有很多碰巧。下次别挡在我前面。刚才血火冲你去的。我是药师，不是纸糊的。我知道。知道还挡？第一世，你曾替我挡过芦荟。好了，这次很贵，以后还。先活到以后。会的。开炉。炉腹左侧有暗藏，里面有古签。怎么还有我？试材？用我试材？妙料。玄骨丹是妙料，他们用灵根开白骨门，顾谦送往白鹿坊市，那里能验，消息传出去，他们便灭不了口。去白鹿坊。诸位，我今日可否装作不在？不能。我就知道，江统领就不是来买平安符的。顾家，顾氏外印。这不是消息，这是命案。万三，让他们上来。你想让白鹿坊市都知道？压着消息，人就一个个的死。知道之后，丹殿和顾家都会知道是谁先的。他们已经知道了。百宝楼可以放消息，但我要开个高价。百宝楼的胆子是按灵石长的吗？胆子和丈两码事儿，斗子不一定大，
账一定要清。坐下，帮你换药。你好像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。因为他们的手段不新鲜。你见过很多？够用。沈燕，你是不是有事没说？该说的时候我会说的。那你最好活到能说的时候。没问题，我命硬。沈道友，红叶谷残碑将开，若想知道武灵根之事，请3日后来。我会去，但不是一个人。红叶谷，第一是我在这里摸到武器残录，第二次重来又夺得太玄白骨鞘，这一次不能照着上一轮粗暴复刻。顾师兄，他还真来了。残碑认武器，他是武灵根，自然该来。区下品武灵根也配扰残碑？沈道友，残碑今日开盒，不等人。巧了，我也不等人。残碑5道要槽，多数人走不过第1道。沈道友若撑不住，可以退；若撑住呢？那便说明沈道友确有神通。第一是我靠寿元池硬扛才在残碑前站住，这一世只能靠武器小论。别太近。3步，最多3步。前引很重，可能暗中加强了5槽前引。占了7席，沈道友果然有趣。太玄白骨药的药影，他在试我能否承压，试我是不是一个能握药的人。妙影刃痕，够了。伤没好，也非要往死局里走吗？以后会少一点。你这话不像保证，像讨价还价。刚才他做了什么？他没有取药，但留了一道痕，这比强行冲杯更可怕。1年后，青云事件会，再会。走。不写完，怕没命写。第一是，很多话都断在临死前。这一世，终于能把话补全。慢些。沈兄，红叶谷白骨门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。我知道，白骨门是用来筛不能成武器的人，所以他们把能成武器之人当药。所以他们练武灵根。武灵根弱，容易抓。沈兄，你已经不是低等药料了，那更要先拿药。药不等于传承，拿了药，只说明有机会开门。我知道药和传承是2回事。这1年，我只做3件事：养伤、藏气、练半仙。他沉稳了许多。下品武灵根，萧师手7层巅峰，他拿什么接？这1年你有什么长进？我可以仍不拔剑。1年前我没接住，今日若不拔，接住了也没意思。这一剑，我接定了。这一剑，你接住了。你记得1年前吗？今日是我看错，下品武灵根
不该被轻断道途。那个少年已经走到了我无法企及的位置。事件会后，我有资格观红叶谷残碑。萧师兄很会找理由，总比你每次都说怕死可信。沈道友，若撑不住，仍可退。今日不退。看来沈道友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开啦！核心锁，不可能！外药是顾家从白骨门所得。太玄白骨药要开武器核心锁。沈道友，这次不藏了。下品武灵根能藏什么？藏的太多，便不像下品了。你藏了修为！世剑台上，他未尽全力。那里没有锁，所以你打不开。太玄白骨药，我要让它染我的血，定我的因果。半息，够了！沈燕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下品武灵根。顾玄真神师，16岁身，炼气6层，下品武灵根。被看穿了，只要定中，药的归属就会断。武器恰好将针尖偏移。传承已失，便夺传承之人。你只是来取药，下次再开门，没有下一次。沈道友，再会。沈燕，你不是命硬吗？你欠我的还没还，你还说以后还。账先欠着。沈燕，本事已终，姓名沈燕，年龄17岁，死因筑基神识推演真裂魂，可结算项修为宝物。武器残法不完整，第二式摸出来的只是一条残路，残路不是正法。太玄白骨剑没把正法给我。若选修为，可继承炼气6层；若选宝物，可得太玄白骨药。修为只继承下一轮，太玄白骨药不含功法，需于下一轮开启白骨门，方可得核心传承。选修为，开局仍有底子，没有钥匙，白骨门真库打不开。修为能再修，门不能再开。我选宝物。选择完成，第3次回髓开始。这一世没有炼气6情，没有寿元池，药不含功法，不会替我打败任何人。旧局速通，能让别人正面挡的不硬挡，能用证据逼出来的不用命换。借江兆雪的刀，借白芷的药，我钱万3的消息，也借李狗儿清心汤。3年里，避开顾家试探，压住药息，重修武器残路。沈道友不去看残碑，修为太浅，怕丢人。倒是有自知之明。白阵师开不了核心锁，也挺有自知之明。下品武灵根，
1年引气入体。运气好。我像李狗儿吗？我怎么了？你比较容易信。那是因为我心善。你不是运气好，修得太急，经脉会裂。记账。以后还。我不喜欢这3个字，像听过很多次，又像每一次都没能等到。今年不上台，打不过。你倒说的直接，说的委婉，也还是打不过。你什么时候来？能接的时候。我等。好。能用。白姑娘，这句话我能刻在碗上吗？别刻我的名字。那我刻能用2个字。白姑娘认证。还是能用好，朴素大气。成了。炼气4层初吻，经脉细裂2处，养7日。7日后要去红叶谷。刚破境就去。门在写。什么门？白骨门真库。你能开？试试。你每次说试试，最后都有人吐血。那这次我尽量少吐。你自己上药吧。8日，至少等经脉裂口合上。成交。帮我挡顾长亏一袭。顾长亏已炼气9层，所以就一袭。打不过你还入谷，我不交战，那你去做什么？开门。就一袭。多谢。别谢太早。你做了什么？我还没走近。你身上有东西，想打劫交出来，顾家可以给你生路。生路？活人匣还是云梦泽炉钉？祖宗保佑！顾家祖人开真库，白骨门核心所有主红叶谷今日见真章。闭嘴！消息已经出去了，闭嘴也回不来了。不可能！白骨门真库真正藏的不是物，是一条路，武灵根的路。不能退，尿已经淡了，真库在关闭，退一步，真传就散回门中。你怎么伤成这样？用神魂撑了一下。真传怎么是空的？真传呐！这具值3块灵石。闭嘴！自己打不开门，别人打开了又嫌空。你拿了。门里没有你们想的东西。那你取走了什么？一条路，一条你们亲手堵死的路。沈道友，今日之后，你不会再有安稳日子。以前也没有。因果道是文。若谁说沈燕得了真传，他就是诬告，谁作证，谁就会背上残阴。这消息卖不得，会被反噬。那咋办？不杀人先断证，比第2世还阴。你不能让他们直接作证。我知道。我作证。不行，你会被牵进去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。沈燕，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事都该你一个人算？的确，百世书轮回不能说，只能一个人打。我汤泼了，门也看了。我不懂什么真传，但我知道他们脸黑的像锅底。我最怕这种不赚钱还要命的账。黑甲军作证。我作证，不能让你们直接作证。你想怎么做？我自断寨业。你胡说什么？那是把旁人的牵连压回你自己神魂，你会承受所有残阴。你现在的神魂撑不住。那能撑多久？最多7日。那就7日。我不许。白芷，你每次都这样。不许，我会撑久一点。连安慰人都像在说遗连。今日白骨门真库由我沈燕开，真传由我取，因果由我成。你可别睡啊！稳点儿，我说的是新闻。换人。不用，他背着，清醒。7日，够我把武器成人的正法刻进神魂，够我让这一次死亡不再只是失败。真传入魂，太急了。怎么救？我问你怎么救？
这是神魂惩罚，又被因果道士纹压住，药只能掉。那就掉。那是禁针，我知道。你修为不够会被反噬的。那也比他死了好。别，病人闭嘴。我还醒着，所以还能扎。用镇妖锁压外阴，你封神魂裂口，清河传奇机，可行？听见了？听见了。这次你不用一个人扛，你若再敢这样，我就把你扎成药筛子。好。别睡。撑过这一晚。能用。真的？别高兴，只是能用。能用就行。喝。李狗儿熬的。怕了。有用。有用。这消息不卖可惜了。什么消息？五行俱生，非废也。因果道士纹不愿让我稳住真传。行。够了。还差半句。你现在差的是命。白芷，第一层不稳，后面还会欠你们。那也不是你现在继续的理由。他是。半句。半句。多撑一息，我就封你识海。好。五气成轮，轮步争天。哪里疼？都疼。我以为他又会说没事。这次真挺疼。知道疼就少作死。别只会嗯。好，我这几日听你的。只这几日？你看，你连骗我都懒得骗久一点。白芷，我欠你的确实很多。沈燕，别拿欠账当义言。好。红叶谷的消息放出去了。怎么放的？只说白谷门真库已开，顾家不得核心锁真库开后空库。这个说法不直接替我作证，不会触发反噬，但也足够打脸顾家。沈兄弟，真库里还有没有东西能卖？有。空库。顾家开空门这件事能卖很久。沈兄弟，你病成这样还不耽误我赚钱？你赚了，记得分李狗。为啥？他的汤也算正物。我的汤能分零食？我的汤能分零食？能。那我是不是可以给碗换个新的？换2个。顾家被迫退了一步。红叶谷、云梦仔、黑石关3处线索被镇妖边宗正式挂案，你争来的7日有用。顾玄真呢？他没再出手，因为你现在不能死得太明显。他在等我死，不用承担明杀的反局。沈燕，你若能活下来，跟我去镇妖边宗。我去不了。为何？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。前2日明明稳住了。稳住的是功法，不是我的神魂。我在用禁针。没用。你闭嘴。白芷，我让你闭嘴！他这一次救不了我了。红叶谷案，黑甲军会继续查。镇妖边宗会接手玄古丹主路线。你的约我还记着，这次接不了，那就欠着。汤别停。你还要喝吗？我现在熬。以后会有人用。我熬，我一直熬。消息别只卖贵的。那我卖什么？卖真的。真的最贵。那你赚了。你的名字不会进黑木匣。
多谢。沈燕，你的药恐怕又还不上了。我说过，别拿欠账当遗言。那就不说欠账。白芷，你的药很苦，嫌苦你还喝？因为有用。你也是。本世已终，年龄19岁，死因因果道士文反噬，修为炼气4层初文，功法太玄五行道金，检测到宿主本世放弃宝物利益，死于因果道士，满足天赋抽取条件，若选择天赋，则放弃本世修为结算。功法感悟已入神魂记忆，不计入本次收益选择。是否抽取天赋？抽取天赋。旧局不亮，熟路不亮，只照新变数。旧局人靠记忆和判断，只有顾玄真改局、新因果嵌入这种从未发生的变化，它才会亮。我选毕节明灯。选择完成，获得神魂天赋毕节明灯，天赋永久绑定神魂，天赋只噬劫不破劫。当前回溯夜，青云宗测灵台当天，炼气9层圆满前，不可凝命夜锚点。回去。第4世仍从测天台开始，毕节明灯没有半分动静，没有新的死劫。下一个，沈燕。你这不是青云影气诀？不是。哪儿来的？不能说？那就先别说。你不想知道？问了你也不会说。因为这事儿有些复杂，等我能说时，会告诉你能说的部分。你说话真绕。白芷，看看我这一碗。旧局中这盏灯从未动过，这是第1次。小劫有新棋子落了。怎么了？有人要来。谁？不知道。江统领，城外发现药王谷信约。药王谷来人，明日入关。谁？你师叔秦鹤平。第1世，陈青竹怀疑到废炉丹方就是他一脉流出去的，现在他提前来了。秦鹤寻待你如何？他教过我3年丹理，还救过我。明日见了，先别让他接触陈清河。你怀疑我师叔？他不是顾家的人。但愿如此。阿芷瘦了。师叔，快坐下歇歇。云梦邹的事我来晚了。金丹师一路辛苦，先喝茶吧。这位是青云宗杂役弟子沈燕。你就是沈燕，查黑石关先云梦邹，开红叶谷旧疑。红叶谷这一轮我还没去开真库，他不该说的这么顺。护脉丹，药王谷内方，比边关散药稳些。白芷。师叔，边关进来单独多，我验一下。丹引荐的什么？五岳青藤、水玉根，少量醒神藤。可还有一位，古莲辉。师叔，古莲辉会牵动残留命息，轻则旧伤复发，重则证词时神魂混乱。阿芷，你在怀疑我？金丹师，护脉丹暂扣，请回吧。沈道友好眼力，怕死的人看得要细些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丹有问题？只是怀疑。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你总是这样，让人经历最不能接受的事。对不起，这次不是小劫，是深劫，方向是城南军役。江统领，封锁城南军役，秦鹤眠要逃。黑甲军，随我走。你怎么知道？被冤枉的人会生气，他没有，他还有下一步。师叔，走，我们也过去看看。怎么？远处有清苦的草木香气。黑甲军，包围这里。这是安魂香，师门问诊安神定魂时会点，无毒。没毒不代表没问题。安魂香若配药王谷问心灯，可以让人心神平静，更容易说真话，但它不会害人。若问的不是话，是恩呢？什么？秦鹤鸣若真要逃，不会点安魂香，点香是等人。他知道你一定会来。白芷，秦鹤眠以前送过你什么东西？很多，随身带着的。这是我入药王阁时师叔送我的第1套针。能扔吗？
阿芷，药王谷问心丹印有什么用？用问心丹印点安魂香，燃问心灯，受问者以10层银针压住心神，答问时不会撒谎。阿芷，你怀疑我不怪你，你在边关受了太多惊顿，也的确容易让人走了。可我是你师叔，我若真要害陈清河，怎么真的拿出护脉丹？你若不信我，便入堂点问心灯，用我当年赠你的银针压心神。我问你3句，你也可问我3句。若我有害你师兄之心，问心灯变色。白芷不必入堂。江统领，这是药王谷的内务。云梦泽案可不是内务，所以我没有请江统领入堂。这就是局。他用师承救恩、药谷规矩3条线缠住白芷，一旦他开口质问，反而可能被引成背诗故告，毁的不是他的命，是他的药道心。你自己决定，那套针还算不算你的针？沈道友，这是药王谷师门之事。刚才江统领说过，动陈清河便不是内务。我现在没有动陈清河，你动白芷，更不行。你凭什么替阿芷做决定？我没有替他做，扔不扔由他自己决定。师叔，我记得你教我第1针时说过，药师下针先问病，不问恩。陈师兄是病人，沈燕是病人，那些被弑戮的人都是。若要我先问师恩，再问病情，那这套针便不是我的针了。阿芷，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真正的劫还在，秦鹤眠背后的人还没出手。白姑娘久闻大名，药王谷最会救人的年轻药师，可今日看来眼力好，心太软。陆巡使，你说过只问心不伤人。秦丹师问心失败，失败的局就没有必要继续讲规矩了。你要做什么？他不是要杀你，那是什么？伤你神魂，让你以后不能施针。问心失败后，他要把背诗的因果强加在白芷身上，不杀他，但会伤他神魂。此后每次下针都会扰乱心神。疼，第几桶？最难喝的。那当然是这桶。秦鹤鸣，你还想回药王谷？丹里有魂灰，青云宗内门渐修，果然麻烦。陆武就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死战，他要么毁白芷药心，要么带走文心丹印，留下秦鹤岭背锅。真正的证据在那枚丹印里。千万3，用消息符找文心丹印。不是古文藏文心丹印，卢就见文心还证人药师，你找死！丹印第3层。阿芷，别碰，那是药王谷内印，你碰了会伤魂。无法硬破。用血。谁的？药王谷问心丹印，秦鹤眠带来的，内印必有他的药血所。秦丹师，现在还有机会。秦鹤眠，若敢开印，你知道后果。师叔，蠢货！第3层印文打开了，边谷关血阵，顾长渊接引，陆无咎断正，秦鹤眠药心局。啊，你念这么快，不怕咬舌头？这可是大消息！只要灯不灭，陆无业还有引爆丹印的机会。灯靠安魂香楼下面那一点木火相生，木生火，火牵魂，断木气，灯就灭。下3重位置。好，很好。黑甲军追！别追神，他想引你们出城。陆无照不是单纯要逃，城外一定有后手。师叔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，你救我教我，我不会忘。但你害陈师兄，毁云梦在正词助丹连断正，我也不会忘。阿芷，秦丹师涉云梦泽正此案，暂押。沈道友，顾长渊要去边谷关，7月15之前别去，因为那不是给你开的局，是给白芷开的。申劫过了，但还未结束。边谷关，7月15。白芷，你还好吗？疼。以后少让你疼。你现在炼气几层？炼气2层。你什么时候炼气2层了？炼气2层，
去边谷关送死。3个月后，不一定还是2层。3个月，你能到几层？3层。3个月强冲炼气3层，经脉会裂。所以要你帮我。你倒是不客气。这次我的汤立功了。是立功了，但下一版苦叶剪断。好。第4式的旧局到这里彻底偏了。秦鹤鸣入局，陆无地现身，边谷关浮出水面，那顾长渊也会提前出现。接下来这3个月必须快，快的不是脚步，而是我必须追上的命。但至少这一次，白芷没有被施恩局拖垮，已经足够了。为什么单独写我？因为你上次送汤问了他3遍醒没醒，差点让他走火。你关心的太小，你算盘声也小。这可是静音算盘，心想。 3个月炼气2层冲3层，单灵根不算奇怪，上品双灵根有资源也能做到，可他是下品5灵根，最弱的那种。沈燕若真做到，要么有极高明的五行功法，要么就是拿命磨。停1日，还能转？停。你现在倒是听话，因为这次真不能伤。以前就能伤。秦鹤鸣被押去军牢了。他招了一半，单方流出，他认；陆无咎联系他，他认。但边谷关血阵，他说自己只知道地点，不知道具体阵法。他想见我，我还没去。想去吗？想。让江统领陪你。你不来，疼要自己知道。你这句话也挺疼。那我换一句。什么？别一个人去。好。秦鹤鸣给了我一张旧丹方，不是害人的，是补魂针的半圈旧方。他说，当年教我是真的，后来犯错也是真的。他不求我原谅，只求我别因为他弃了药王谷的正真。你怎么答？我说，药王谷的正真不归他一个人。很好。你不问我难不难过？难过吗？你这个人真不会哄人。我可以学。不用。为什么？你现在这样就挺好。炼气2层巅峰，比预期快，但经脉负担也重，停3日。边谷关第1份情报：边谷关在黑石关东北200里外，旧名边谷驿，早年妖朝后的埋骨地。顾家暗中在那里收购废骨、妖骨身份残牌，表面是玄古丹废料转运点，实际盗种亲引。这不是炼材料，这是在找。但边谷关这局，恐怕就是顾玄真用来确认真传是否仍随我回溯的手段。不能让顾家确认。怎么了？边谷关不是杀局，血阵还不是杀局。他当然能杀人，但真正目的不是杀人。那是什么？找东西。找你身上的东西。所以秦鹤鸣说，那局是给我开的，他们不一定能直接牵到你，但你给我护脉，给我用药，和我修炼气息牵得最近。若他们用我的药气为引，可能绕过你身上的遮掩。他们想用我找你。那他们想的挺美。这单什么时候送来的？今早，钱万三从坊市调的灵砂，陈师兄午后炼成。今日风燥，火温石屑被击得更厉，我修武气成轮，火气偏了水气就被压，不是毒，是五行失衡，冲关时经脉会裂。今日不服，明日水时再服。你不说，我也能猜到一点。你越来越懂我了。
这是好事。那你少让我猜。炼气3层初吻，成了。我17岁，炼气6层，上品金灵根，青云内门，剑修资源堆出来的速度，他17岁炼气3层，差远了。可对下品武灵根来说，这完全超出常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气息不是丹药硬嘴，不是邪法催脉，武器一环稳稳落在刀里。你修的到底是什么功法？不能说。顾家要找的也是这个。你不用装，我不是傻子。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我已经站在这里了。你不说也行，但边谷关若需要我挡谁，提前说。顾长渊，他炼气9层，我挡不住。只要半息。从一息变半息，你还挺体贴。因为他比陆无绝更强。我试试。边谷关有大劫，但不是必死，至少不是无解。你又看见什么了？边谷关，风不对，护脉、醒神、压火气，很贵，不算钱，这次算我投的。投什么？投你活着回来。我会的。我也准备好了，百宝楼也准备好了。边谷关就义图，我从药王谷废卷里抄出来的。若见到顾长轩，别硬拼。多谢，我知道。你换箱子了？旧的用着不顺手，新的好。你就不问旧的怎么处理了？你想说是会说。烧了。烧得好。里面至少有3道阵，外层血阵，外层药阵，外层牵引阵。你看得见？你每次都像亲眼看过一样。我要挡谁？顾长渊。若他真出全力，半息之后会伤得很重，所以半息之后你退。你不怕我退早？你是萧云亭，这理由倒比那些虚话顺耳。萧云亭挡半息，江宗林斩阵脚，钱万三放消息李狗儿破降我护脉。你炼气3层，里面有顾长渊，有陆无界的残阵，所以我不碰他，也不碰残阵。那你做什么？让他找错人。这地方真不像活人该来的。沈道友，你果然来了。顾道友把路铺得这么明显，不来不礼貌。沈道友误会了，边谷关不是为你铺的。白姑娘药心稳了很多，秦鹤平那局看来没能伤你，让顾道友失望了。倒也不算失望，药心越稳，药气越轻，药气越轻，牵引越准。果然，不是直接找我，而是借白纸替我护脉调药留下的药气，倒牵我身上的五行正法气息。不是毒，是药气牵引，我能断。你退后，不要断，我让他找错。此阵以武灵根命息为骨，以药气为引，以道种为标。他不问你说什么，只问你身上有没有那条路。辟邪明灯仍是暗金，没变红，还有路。路在道种为标，他以为要找的是固定道种，可太玄五行道经不是死物，它是路，路能走也能绕。别硬来。我不硬了。你每次说不硬来，都是换一种硬来。问陆丁，不是阵眼，却决定牵引阵先找谁？江统领，你真要为一个青云杂位与顾家撕破脸？顾家在黑石关外布血阵，用药师签到的。这话要不要我替你刻在军报上？边谷关血阵，顾氏道子顾长林以药气牵白姑娘，单殿顾氏药王谷问先案后续。你怎么每次都能喊这么顺？沈烨，别过来！我的药气不是你拿来找人的手。沈烨，你真是很会找死。
顾家道子在黑石关外动血阵，想杀边关正人。沈道友，炼气3层竟能骗过边谷关血阵2息，顾某佩服。顾道友炼气9层，打我炼气3层还要被人拦。边谷关不过一处旧阵，沈道友，我们还会再见。手，会疼。你现在少拿我的话堵我。白姑娘，沈兄弟手还能要吗？你想听真话？那先别说。消息已经放出去，只说顾家在边谷关布血阵，借药气签武灵根道种，被黑甲军、镇妖边宗、百宝楼共同见证破阵。很好。还加了一条，顾长渊亲临，空手而归。这个好。这个会惹顾长渊。你身上有他们想找的东西，你不说我不问，但你要记住，炼气3层不能再入这种局，至少到5层，我是让你别入。顾家不会等我。从今日起，黑石关给你开一份5星灵才军需，走镇妖边宗挂案，名义是武灵根正人保护。多谢。谢我没用，边谷关之后，顾家会更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。你若要活，就尽快变强。会的。沈兄弟，你这5灵根比养5个单灵根还贵。那你还投？现在亏，以后若他活着，我赚到做梦都能拨算盘。那你最好祈祷他别被你催死。哼，白姑娘放心，我做长线。什么长线？就是他活的时间越长，我赚的越多。那你比我还盼他活？从账面看是这样。顾家还在资源里埋线，你觉得这正常？正常，他们不动才不正常。那以后所有灵材我亲自验。我也加一道障眼。你从炼气4层到5层，用掉的5行灵材够3个双灵根修士修到4层。心疼？心疼灵材，也心疼人。我会省一点。人不许省，灵材可以省。好，炼气7层后期，终于有了一点自保之力，但也只是一点。所有人都在往前走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变强。第4世的路已经走到了旧记忆之外，顾家不会等我，但这一次，我也不会再一个人走。千万三，你这么有钱，应该站后面压阵。石壁上的纹路，只有我看得清，其他人看到的只是残破白骨石壁，而我看到的是一页没有写完的命。你做什么？试一下。试一下就吐血？沈兄弟，这墙是不是不喜欢你？这不是普通石壁。我现在还不够。不够什么？这里像一处因果节点，但我修为不够，神魂不够重，压不住。要什么境界？炼气9层圆满。不准进去。归墟废炉气。那裂缝里的气，连韩执事都说是归墟废炉气。你进去不叫探路，叫送药。现在不进，以后也不是你一个人进，你最好记住。好，我会记住的。你要到9层圆满才能回来。差不多。那就先活到9层。不是还婚约，也不是求原谅。当年我退婚，是为了不被凡俗旧约绑住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顾家想借我寒潭一脉的名义困你，也是另一种绑。我不想再当谁的手。你走你自己的路。你为什么不说点什么？他走他的路，也挺好。你倒大方。我的路在这里。哪里？你这里。油嘴滑舌。不是，是实话。我若冲7层，要闭关3年，药堂没人看。你该为自己修。我现在就在为自己修，药道也是我的道，救人也是我的道，护你也是。别露出那种表情。什么表情？又想欠账的不行。你的武器比我想的更稳。你的剑也比以前沉。我说下品武灵根不该拖住沈月离，那句话我早该道歉。
你后来到过。何时？在你的剑里。你这人，说话还是绕。习惯了。稳了。你真的走到这里了？是我们走到这里了。我知道你要去哪里。白骨门真库。那面石壁。这一次，我跟你进去。会很危险。你再说一句这种废话，我就把护魂丹收回去。这拜师书第一次出现测灵台之外的提示，原来不是只能回测灵台。规则清楚，它只是一夜时间。如果我以后死了，可以回到这一刻。克，开始了。沈夜，成了。太好了，我刚才差点以为汤药不够。我第一次觉得汤不够，比灵石不够还吓人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是一条后路。代价呢？神魂裂了一点。一点。几日内不能动手。1年内你不能冲半步筑基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才脸上写着，不准笑。含着，别咽。出去后若还能变，我替他立个名字。我跟你进来，不是让你把危险全踩一遍，再回头告诉我安全。那一起。沈道友果然在这里。能抢吗？正面抢不过。我不必杀你，只要拿走它。继续。白芷连头都不躁动，散发今日再无机会。这珠子你守不住。抓锁！推开！压住他！半步筑基。顾长渊要借边谷关残阵强行冲击真正筑基，洗得掉玄谷污染吗？洗不掉。那他为什么去？因为顾玄真会骗他说洗得掉。道子若不能筑基，在顾玄真眼里也只是更贵的材料。活着回来，还我药瓶。好，半步筑基，听着好像已经越过了炼气尽头，可半步就是半步，不是筑基，没有真正道胎，没有完整异化灵力，没有筑基神识，更没有千年寿元。真正推开那扇门，才是筑基大能。道胎落定，神识脱胎，寿元直接跃入千年，那是炼气修士仰望了一生的第一道长生门。第一是
我活到100岁，在风雪里看着自己的手一点点枯瘦下去，那时我才明白，凡是过不了下一道门的人，在更高的境界面前都是凡人。我想筑基，比任何人都想要千年寿元，想有一日顾玄真的神石飞再落下来时，我不用靠别人替我挡。我怎么觉得他比上次更像锅了？那我这汤是不是显得挺善良？至少你的汤一般不直接要命。记得你答应过什么吗？不应接。还有呢？不逞强。还有呢？活着回来。你最好记得最清楚的是第3句。记得。那枚符是顾玄真的气息，筑基后期大能，哪怕只是一枚符，也够压死人。不算必死，但离死期已经很近。沈道友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在等我，也在等筑基。沈烟，你知道筑基是什么吗？是千年寿元，是神识脱胎，是道台落定，是从此以后炼气修士在你面前只能低头，是你隔空一指便能定碎一个炼气修士的魂。我从小就知道我会筑基，顾家也知道，他们给我最好的丹、最好的阵、最好的法，所有人都说只要我不死，我就是顾家下一位筑基大能。可后来我发现不对，我修得越高，道基里越像有东西在长，每次运转灵力都像有一节骨头卡在丹土里。他们说那是玄骨筑基的前兆，说痛得越深，道台越稳。沈烟，你说他们骗我了吗？骗了，那不是筑基前兆，是玄骨丹污染入基。你越靠近筑基，它越会裂你的道台。你今日若强行冲境，不会成为筑基大能，只会成为顾玄真手里的一具半步筑基傀儡。真像那么回事？你自己也知道。顾长渊不是蠢人，从炼气8层走到半步筑基，他不可能毫无察觉。我早就怀疑过，我也在深夜里感受过丹谷里那节骨穿动，可我不能停，就等于承认多年的痛苦是骗局。停下来，就等于承认我不是顾家的未来，而是顾玄真炉里一块更贵的骨梁。长渊，斩他，以他武器补你道台。他不对了，白骨符在侵他的神魂，还没完全。怎么打？不能让他完成洗击，也不能让他死在阵心。又是不能杀不能死，还要把局破得好看。那到底是救还是打？救他，像不变成傀儡。那就是救一半。对，救一半。等他第一掌。顾长渊的掌力太脏，正面应接，玄骨残气会打进我的武器灵液里。萧师兄，这就是差距。我已经半步筑基，却仍不能硬碰他借阵的一掌，更别说真正的筑基大能。不要碰针！这针碰人会怎么样？武器被钉，灵力停滞。唉，也就是站着挨打。你又看出来了，他身上的玄骨污染已经在外化成杀招，神魂被顾玄真拖得更深了，不能再拖，只吞残气。归虚珠，他果然能破阵。他只能吃你们留下的脏东西。脏也好，净也好，能筑基就是道。你真这么想？他要开符入魂！长渊，杀他！筑基就在眼前，你只差一步。几千年寿云就在眼前，只要杀了沈燕，只要吞那武器正法，只要让白骨恢复入魂，可
这门后真的是筑基吗？还是顾玄真早就烧好的炉？原来真是这样！废物！只吞符会。沈烟，这次算我欠你。先活下来再说。你真会破坏气氛。我来，我还没废到要你替我挡自己家的脏东西。长渊，你会后悔。我这些年已经够后悔了。白姑娘要救我，我先确认你会不会突然变成傀儡。她说话意向直接。你有意见？没有。道基列3处，玄骨污染仍在，白骨符拔了一半，还有一半缠在神魂边缘。还能筑基吗？短期内不能，若强冲必死。若先清玄骨污染再补道基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几年？至少20年。20年，我竟然还有20年可以等。20年很多吗？你呢？你已经半步筑基，你不想立刻筑基？想，但我不想变成别人手里的骨头。你赢了？还没有。那是什么？顾玄真的符会。你让珠子吞了？只吞一丝。你知不知道筑基大能的一丝符会意味着什么？知道。你知道还吞？刚才不吞，顾长渊会被符入魂。所以你又选了最伤自己的办法。沈烟，你想筑基，你刚才亲口说想，可你每次都这样，每次快走到门前了，就又把自己往死局里推一步。我不能说我还有百世书，不能说死亡不是终点，因为对别人来说，我死了就是死了。但白芷承受的每一次失去都是真的，这次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我会处理它。沈烟，别又一个人去做决定，别又把所有话都藏起来，别让我每次都只能在你倒下之后才知道你做了什么。我不一个人，回去之后你陪我。好。沈燕，你想筑基，我可以给你筑基法，真正的筑基法，3年筑基，1000年寿元，神识脱胎，你不想要吗？想就是想，别把别人的路当自己的路。多谢。继续。愚蠢！祖宗保佑！这次不要骗！现在，封住必须各神魂一缕，不各封不稳。我压魂，你各。别跪！你封的住，封不住命。沈燕，封住了。闭嘴60年，我让你闭嘴！别让人
你醒来就问这个？你呢？我还在。那就好，你还在就好。他在交代后事，那你也留下。沈燕，你不是想筑基吗？你不是说想要千年寿元吗？你不是说要活着回来吗？不记账不是不还，是别总等我还。我偏要记，你欠我的药，欠我的针，欠我的话，欠我的活着回来，我都记。沈燕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还是那样，明明眼泪一直落，手却稳稳按在我的脉上。你的药很好。废话。你的针也很好。废话。你也很好。沈燕，你回来还账。